小妞今天在干嘛？我在看 Instagram 啊，你知道吗？上周我发现一家吃松露特别好的高档餐厅，而且人均只需要50到60刀，所以我今天想说来到 Redfern， 然后来带大家去实地品尝一下这家店到底怎么样。Let's go！我刚才忘跟大家说这家店的名字，这家店叫 Three Williams。如果你要是一个，你知道 truffle 的顶级爱好者，你一定知道这家店，因为这家店在短短的7年之内，其实这家店在2013年刚开始，但在短短7年之内，它已经成为了这个悉尼 truffle 打卡必去的餐厅之一。而且小编可以看一下他们家的 Instagram， 看，简直了，对不对？必去。那我们就马上就在前面了。其实他家离这个火车站呀，要走大概14分钟，就是这个距离吧，不长不短。但是其实，跟朋友聊天嘛，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马上就在前面，我们去看一下吧。那现在呢，我已经坐在这家店里了。你可以看到这家店其实它桌与桌间的距离它并不小，所以你不用太担心，就是疫情期间你来这里会感染一些病菌啊什么的。而且这家店它的装修风格你可以看到很独特，对不对？而且在它进门的时候，它有个半地下的设计，所以跟普通的 brunch 它其实有很大的不同。那么这也就是小编认为为什么这家店可以在短短的7年之内成为这个悉尼10大必去的 brunch 之一。现在呢，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menu， 这个 menu 就是牛牛今天会带大家品尝的所有的美味的食物。那么好了，现在是我们魔法时间到，第一道菜上。大家可以看这家店的 truffle 给的量真的很足，让我们来尝一下到底怎么样。这可能每次都是小编最喜欢的事情。其实他家每一道菜，它的这个 truffle 给的量大概是5克左右。那你猜一下，他们家每个 season 一般情况会用到多少的 truffle 呢？55公斤，这个数字很可怕，对不对？这个菜的名字叫做 Roasted Peking Duck Hair Angel Pasta。这个虽然也是 Hair Angel Pasta， 但是它的面跟其他的 Hair Angel Pasta 我觉得还是有不同，因为它的面很筋道，而且配合它的酱，哇，简直了！它的鸭肉量给的很足，而且吃在嘴里很嫩，没有任何的腥味儿。这个 pasta 的名字虽然叫做 Peking Duck， 但其实它跟正宗的这个传统北京烤鸭有很多的不同哦。它可能会味道稍微甜一点，而且它里面用到了这个 ginger 的味道，所以可能跟大家所想的Peking Duck 它的味道有少许不同。它的面真的很筋道，重要的事情我要说3遍。它虽然可能吃久了它会有点腻，但因为它的酱汁给的真的很足，所以小编认为这可能会成为我本年度最喜欢的意面之一。完美，同志们，这才是小编今天带你来的最主要的原因。他家虽然是一家老牌的这个悉尼 brunch 店，但是它可能是目前为止悉尼地区唯一一个推出了跟他家松露菜单搭配的饮品。这杯红酒叫 Bosheless， 也就是大家经常听的那个博洛莱。它这个红酒的味道可以跟它这个 pasta 里面内含的 ginger 和它的 sauce 完美搭配。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松露你应该搭配什么饮品的话，不如来这家店，因为你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选择。现在呢就是第2道菜是关于牛脸肉，大家看，
给你展示一下他家的那个 truffle 的这个每个 piece。其实它 truffle 的贵跟便宜就在于它的 marbling，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有一种五花肉的感觉。其实好的这个 truffle， 它其实它里面的那个 marbling 的细纹它是白色的，所以非常好看。这也是因为现在的我们市场上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那个 truffle， 但是你不知道你买的 truffle， 你花了那么多的钱买的 truffle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一个小 tips 给你。这个牛脸肉非常的嫩，非常的嫩。我敢说，即使你牙口不好的人，你也可以吃到。它底下其实有一些这个菜。它的牛脸肉配上它底下的 cheese， 完美。这个其实是个 onion， 但是它尝起来非常的甜，它并没有 onion 的辛辣，它应该是因为它的 sauce， 它其实尝起来有一点点，它尝起来有点甜的、脆的，很好吃。我是一个不太很喜欢吃 onion 的人，但是这个东西我真的挺喜欢吃的。又到了小编最喜欢的环节，那就是吃薯条。虽然小编中午吃的也是薯条，但是小编认为薯条永远是吃不够的，对不对，同志们？黑啤酒配 cheese， 你还想要什么呢？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喝啤酒的人，但这个啤酒 OK。因为它不会像普通啤酒一样苦，它有一点点很特殊的味道，所以我觉得配 cheese 你可以哦。现在又到了小编最喜欢的环节，那就是甜品的时候。哪个女生可以吃甜品？看，它上面其实是那种 mandarin， 然后上面撒了这个 truffle。我们来尝一下，这道菜其实叫康贝。在翻译成中文应该叫烤饼，我觉得。就吃到这里，小编大概可以理解到为什么。还记得之前我跟大家说的，这道菜这家店其实是用 fine dining 和普通 brunch 结合起来的原因。因为你可以看到，不仅这道菜它从外观上就非常的好看，而且这道菜你不要以为它只有上面是 truffle， 其实这道菜它还用了这个 truffle 的 ricotta。ricotta 其实是一种很 light， 它味道很轻的一种 cream。除此之外，它还有那个蜂蜜，它连蜂蜜都是 truffle 味道哦。想吃吗？摄影师，不给你吃。现在我大概可以了解为什么这道菜，因为你知道很多小红书上的宝宝都会推荐这道菜，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哦，很好吃哦。它其实底下的狂贝它比较的抠，底下很硬，但是它其实并不甜，它可以跟上面的这个 cream 完美结合在一起，所以很多人说会腻啊，我还是不太认为的，很好吃。不好意思，菜 focus 上在甜品上，忘记了它。大家看，好看吗？是不是很漂亮？它特别像那种女孩子梦中的婚礼，然后上面戴了头纱。它上面其实撒的是那种柑橘末，它其实这是黑巧克力，但是它与黑巧克力不同的是，它用的是现在市场上你可以找到的最贵的巧克力 Verona， 它其实原产于法国，所以从这点你也可以看出他们家在做 brunch 方面真的很用心，在做 brunch 方面真的很用心。喝起来怎么样？我来尝一下。它其实这个柑橘花真的很酥脆，我可以吃到嘴里，可以感受到我嘴里它在牙齿间那种感受。忘记跟大家说，其实这道热巧，它里面也有一颗贵了吧唧的松露哦，松露片。
好嘞，现在呢，不知道大家今天吃的怎么样？小编我现在真的很撑，我估计晚上不用吃饭了。那其实如果非要选出小编心中最喜欢的话，那可能这个烤鸭的意面是 No.1， 因为真的很好吃。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喜欢这个Angel Hair 的这个 pasta 人，你一定要尝试，因为这个意面它真的跟普通的 Angel Hair pasta 完全不一样，它吃起来真的很，这个意面吃起来真的很好吃，还有最后的甜品，你一定要来尝试一下。那么刚才小编拿到了一个内幕消息，老板刚才跟我说呢，在8月9月初，他们家可能会改菜单，会推出一些关于海鲜，比如说龙虾呀、crayfish 啊之类的菜单。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一定要 follow 他们家的 Instagram， 所有的信息都在上面哦。这家店不愧是悉尼松露界鼻祖餐厅，除了意面，我也会给4只半牛牛。如果你今后有任何感兴趣的地方，吃的玩的，在我们视频下面留言，下次牛牛带你去。